据环球网在10月26日的消息显示，印度新德里方面已经下令在边境地区新建47个哨所，并部署相应部队进驻。此外，印度内政部长还对外宣称，新德里已经为该部队的车辆采购方案提供了9.78亿美元。此举，这在外界看来，印度完完全全是撕毁了今年9月底拉达克地区对峙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当时在第6轮军长级对话会议中，双方均认可停止在一线增加兵力，并且不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避免局势复杂化。然而，谈判结束不到1个月的时间，印度就撕毁协议，开始在单方面改变地区局势。这足以看出，印度之前一切谈判根本没有一丝悔改之意。相反，参与多轮对话不过是拖延时间，等待自己战略布局完成。需要强调的是，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10月25日还曾经对外呼吁，中印之间应该保持和平。结果，在当天，印度目前的执政党派北方邦领导人却直接指出，新德里当局已经决定了动手时间。此话一出，瞬间让外界舆论一片哗然。印度教徒报在当天也就此事发表了看法。该报的认为，北方邦领导人作为印度高官透露出来的信息与国防部截然相反，表达的立场与新德里不一致，这一点让人十分费解。但是这却和新德里之前一直放出的态度相吻合，尤其是最近正着手在边境地区建造47个新哨所，因而这很可能是出于向对手释放某种强硬态度的信号。实际上，别看印度在自己家叫的欢，我军在高原地区也并非什么事都没做。比如，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各类后勤保障措施升级，自功能保温房、新式边防被服、各类靶点、实战演习。此前，印度方面还在抱怨，因为解放军演习声音太大，让印度前线士兵心理压力大增。就这一点，恐怕印度此举虚张声势的成分更大。当然，毕竟对手是印度，也不能排除人家当真觉得自己世界排行第4的战斗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印度突然撕毁协议之际，网上却有人放出了一张卫星图片。从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架歼-20隐身战机安静地停在停机坪上，而地理位置正是和田机场。该机场也被看作是我军西南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机场。在今年8月份，就有消息证实，我军包括歼-20战机在内的各式战机被部署在该机场，打印机话题的热度也一时无二。当然，这张照片虽然可以看出是歼-20，但是具体是何时出现在和田的尚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架高级打印机的出现时机颇为巧合，印度的小动作显然是被我国看在眼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3号报道，记者就澳大利亚加入2020年马拉巴尔军演采访了前印度海军准将文加波尔·文加利尔，讨论澳大利亚这一决定对亚洲安全结构的影响。虽然文加利尔表明印度立场时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表示，马拉巴尔军演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亚洲北约是假象，但都无法否认亚洲版北约已初步形成的局面，且美日印澳这4国联盟均不遗余力地扒拉着各自的利益棋盘一角。此次事件中，澳大利亚的加入引起了一批安全观察家的高度关注。这是澳大利亚的回归。印度标准时间10月23号报道，澳大利亚特使巴里奥法雷尔承认，2008年离开4国联盟退出马拉巴尔海上军演本就是一个错误，并对印度今年参加军演的决定表示高兴。实际上，自2017年4国联盟就有重启的趋势，澳大利亚开始要求加入马拉巴尔军演，只是今年印度才许可罢了。据称，这3年可能是对澳大利亚立场不坚定的惩罚。让我们回到慧星社所关注印度方面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毕竟不难看出，印度方面意见在印太地区军事演习存在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网友甚至有将目前为止的4国联盟形容为美国发号施令，日本敲锣，澳大利亚打鼓，印度冲锋当炮灰的比喻。虽不完全恰当，但还算生动，也能看出印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这话印度必然不能承认，甚至会觉得能与中国较劲儿，即使是做炮灰也与有容焉。文加利尔表示，亚洲版北约是媒体和分析家提出的虚构理念，原为前日本首相2007年单方面的提法。毕竟日本在定义起名方面还是非常讲究贴切的，但随着澳大利亚因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宣布退出，这一概念直到2017年澳洲回心转意都处于初级阶段，且进展停滞。2017年后，4国联盟才重新拼凑完整，交流水平也在逐步升级。而4国之所以能破镜重圆，澳洲之所以甘愿反水中国，基本上都是将中国当作和自己抢饭的人了。美国表示有贸易战要打，尽管完全是借力打力的说法，澳大利亚表示经济还是不行，
估计发现贸易逆差太大，和中国做生意就不香了。表面温驯的日本为了附和美国，也拿出了一个群岛说事儿，印度则雷打不动地声讨边界问题。总之一句话，中国好起来了，让这几位预感饭碗不保被抢了去，就开始踩高捧低。这种行为模式和小孩子之间的嫉妒孤立表面上没有区别，实则性质恶劣。除了几百年的美国，哪一个不是古老的国度，也能没心没肺地配合美国出演？演的是大国不像大国，古国不像古国，真的是人心不古，来者不善。虽然四国联盟的名声在外，甚至因为又是美国加 N 的结构形式而飘出了一个亚洲版北约的旗号，但实际上这是一个3无组织，没有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没有提出任何共同的小组目标，也没有任何章程。唯一的共识就是成员之间战略目标的融合，说的好听的是融合，直白一点的说，那就是跟着大哥走。尽管文加利尔一再声明，目前为止这个联盟还未涉及军事领域，将来也不太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强调成员国更喜欢基于调和太平洋经济杠杆平衡状态的目的来行动。但是这些解释没有一句是完全肯定的语气，贼喊捉贼的意味十足。不过最后文加利尔承认，该地区的安全模式将会逐渐明确，未来我们将目睹印太地区局势发生一段时间的变化，所以届时美国一声令下，印度大概就准备起飞了。虽然最后与我们扯皮的大概率是拿来当枪使的印度和日本，一个完全吃装备，一个什么都不缺，就是缺点权力，但不论是谁当我们的敌人，我们都应该时刻准备着，守护我们该守护的，抵抗我们必须抵抗的。据央视网旗下账号小央视频在10月25号上传的一段短视频中提到，美国或迎来疫情最黑暗时期。视频中就指出，美军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被疫情感染，出现确诊病例，这给一直保持高压状态下的美军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很快，该航母上就有一名航员在执行日常任务时突然精神崩溃，饮弹自尽。需要指出的是，罗斯福号航母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被感染的情况。在今年年初，罗斯福号航母上不到5000名航员，有超过1/4出现确诊病例，直接导致该航母被强制隔离在关岛，折腾了几个月之后，这才返回美国本土进行训练。结果没出2个月，又被新冠打上门了。有分析指出，在舰船上出现感染病例之后，给士兵带来的压力远超出在陆地上的情况。首先是船舱狭窄，同一空间内往往存在大量人数，稍有几声咳嗽都能让一群人提心吊胆。这种风声鹤唳的环境下，船上士兵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其次就是船上可活动的空间就那么大，哪怕采取隔离措施也是近在咫尺。这种情况就是士兵每天看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不断读秒，这哪受得了？最后就是当局对疫情的不管不问态度，把吹哨的袁舰长给撤职，更是给船上士兵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绝望体验。在年初的时候，就有船上士兵对外叫惨，晚上睡觉的时候，船舱里偶尔传出几声咳嗽，能让整个船舱的船员提心吊胆，在害怕自己被战友传染的同时，自己又没法离远点，每分每秒都是折磨。实际上，此次美军士兵的自杀事件，在外界看来已经不是偶发情况，而是疫情在美军中的连锁反应。因为随着美军内部疫情感染情况的出现，尤其是美军内部对疫情控制不力，导致军营、机场、船舱、潜艇室到处都能听见咳嗽声，这种难以想象的压力全部压在了美国士兵身上。光是今年10月1号，美国国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情况下，美军至少有124名士兵精神崩溃自杀身亡。这其中既有现役军人，也有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月中旬，美国海军作战部司令麦克吉尔迪透露，美国海军已经有超过190艘战舰被疫情缠身，超过1万名船员确诊感染。美国号称世界第一的海军力量，如今却丧失了近70%的战斗力。讽刺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防部在近期又一次派出自己重病缠身的海军来我国南部海域展示自身武力值。由此也能看出，美国海军的士兵精神崩溃、自杀事件可能才刚刚开始。据央广军事10月26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式宣布将与空军进行战略合作，在太平洋西部海域建立新的作战网络和高效的分布式杀伤性武器系统，并将现在的美军已有的军事基地全部纳入其中，关联新型导弹开发项目。该工程被命名为强敌工程。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口中，这项强敌工程可以堪比当年改变世界的曼哈顿计划。从这一点来说，完全证明了美国其野心不小。不过该消息才出来，就被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给泼冷水了。
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表示，美国在亚洲的56个基地，仅只需要80枚弹道导弹就可以把这些基地全部摧毁。因为这些小岛的军事设施非常简单，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无法抵挡导弹的伤害。最小的岛甚至只需要1个基数的火箭弹就可以全部摧毁，大一点的几个就足够了。美智库表示，对这个项目是十分不看好。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大部分就是位于第2岛链那一块，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等岛屿组成，而关岛也是美国的非正式的领土。那从这第2岛链到我国的海岸线将近有多远呢？从战略角度来看，关岛距中国海岸线的航线直线距离有至少3000公里以上，这个作战范围在一些国家基本上就只能是靠洲际导弹来作战了。但是对我国来说，只需要中远程导弹就可以了。而恰恰我国有这样一款中远程导弹，那就是航母杀手东风26。东风26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0公里，完全可以打击包括第2岛链在内的任意一个地点，并且射击精准度还非常高。就像是美智库所说的，就算美国在关岛等地区部署再多的军事部署，中国依然可以轻易摧毁。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这个强敌工程除了会被中国的导弹直接摧毁以外，还很有可能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虽然美国是世界上的第1大经济体，但是今年的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的财政本身就是力不从心，再加上美国又想要给海军的全部战舰去配上高超音速导弹，这需要花钱，还要给自己战舰增加到500艘，这也要花钱，还有各种各样的大计划，还有今年早些时候甚至想要把国际空间站给放弃，而且美国的国债已经十分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居然还能想到各种需要花钱的大计划，也不怕步子迈得太大，小心劈叉。所以美国这个强敌工程很有可能又会胎死腹中。毕竟如果要部署这个强敌工程，需要花的价格将会达到几百亿美元，美国不一定能够拿得出这笔费用。就算部署成功了，也很有可能被中国在短短几10分钟内直接摧毁。所以这个项目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还要做它干嘛呢？